么样？哎，林哥，老板说没有任何陌生人出现过。问问他们。好嘞。林哥，我这边也问了几户人家，目前也没有什么发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韩队，这个尸体是那2名环卫工人在垃圾桶里面发现的。我刚才转了一转，这附近没有一个摄像头。怎么样？初步确认是一名年轻女性，除了脸部遭到毁坏以外，手上的指纹也被磨掉了。韩队，你说合成最近怎么这么多凶杀案啊？我觉得有点奇怪。死亡时间大概是在2天前，晚上9点到11点。韩队，怎么样？死者为女性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100斤左右。从死者的长骨末端骨骺线至耻骨联合面来推测，死者的年纪应该是在29岁至32岁之间，没有生育史，生前也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。我们在死者的胃里发现了一些食物的残渣，有牛肉、面包、西兰花，血液当中还有酒精的成分。根据尸体的几项数据以及胃内的食物残渣来推测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在2天前的晚上9点到11点之间。死因是大出血，致命伤在颈动脉。这是什么凶器？凶器的形状很特别，很像是三角形一类的片状物。伤口在右侧，凶手是左撇子，很有可能。 DNA 呢？失踪人口当中没有找到符合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他腰部那个纹身开始着手查。我想起来，我好像看过一个悬案，死者身上的伤口跟他的很像。14年前，李家镇发生过一起杀人案，死者是19岁的女大学生，凶手至今未能找到。当年的办案民警推断，凶器是一支钢笔。现场有找到凶器吗？没有。这个案子还有更多的资料没？更多的资料估计得回到案发地，找当年办案的刑警，了解基本情况。你觉得这2个案子有关联？从伤口上来看，确实很像，但如果要判断凶手的手法是否一致，还需要更多资料。行，那朱队，你跟进一下纹身的线索，我们去李家镇。 韩队，哎，李所，齐主任是吧？你好。好，你们提的案子呀，资料都准备好了，进去谈吧。好，来，来，喝茶。谢谢。啊，你们提的这个案子呀，当年在我们镇上闹出的动静挺大的。跟我说说吧。这个死者呀，叫樊绛雪。 是个隔代教养，就是奶奶养大的。我们呢都是看着她长大的。她从小啊就喜欢画画，经常到后山上去写生。出事那一天呀，镇子全乱了，县长啊也是手忙脚乱的。当年没抓到嫌疑人吗？我们这个小镇呀，没有发生过这么凶残的案子，再加上10几年前，侦破手段。 也不成熟，我还在想，这个案子是不是到我退休了，也破不了。哎，你们发现的那具尸体，伤口真的跟绛雪的一样？会不会，凶手是一个人啊？现在还不确定。 这个人是，哦，这个丫头啊叫胡洁，和绛雪从小一起长大的。绛雪家境不好，但是胡洁这孩子心地善良，不嫌弃她。2个人啊经常一起上山画画。当时案发的时候，
这个胡杰在场吗？那天他说他感冒了，他在家里，没一起去。哎呦，幸亏没有去，他要是去了，说不定也出事了。他还住镇上吗？能带我们见见他吗？这个降雪的案子没有破，镇上啊人心惶惶的，很多人都搬走了。这个胡杰啊，听说是让爸妈给安排出国留学了。朱队，我找了几家纹身店，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继续找。好。朱队，我找到了。我在网上的一个博主的视频里面找到了一个女孩有同样的刺青。对，就是这个纹身，跟无名尸体一模一样，连位置都一样。听说她10几岁就出国留学学艺术，最近刚回国。叫什么名字？还不知道，只知道她的网名。尽快确认一下这个女孩的身份。是。原来在国外啊，难怪查不到。刑案小说啊。朋友出事当天他刚好不在，出完事之后他立刻出国，这个胡杰肯定有问题。从年纪上来看，和无名死者也很接近。喂，喂，韩队，我们在网上找到一个女孩，身上的纹身跟无名尸体是一样的，具体的身份我们还在调查。我把照片发给你，小苏，发给韩队。好。是胡杰。这个人是李家镇死者的朋友，他叫胡杰。我会把这胡杰资料传给你，你找他家属对比一下 DNA， 确认身份。好。来了啊！这小屋啊，早先是给附近护林员休息使用的，久了渐渐就没人了，所以啊，也就荒废了。进来看看。来，降雪、胡杰2个孩子啊，以前常常到这儿来玩，但是自从降雪出了事以后啊，这地方就更没人敢来了。哎呀，哎，当心点啊！没事。镇上啊，有些孩子把这说成是鬼屋，啊，来探险。偶尔啊，会有几个调皮的孩子上来看一看。哎，注意脚下啊，这边。这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啊，尸体就在那个位置。这里吧？对。当时法医鉴定是颈动脉被刺破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，凶器是一支钢笔，但在现场没有发现那支行凶的笔。怎么断定的是钢笔啊？伤口形状吻合，在伤口里发现了钢笔水。当时我们在现场发现了画板，樊降雪身边有一支钢笔，上面只有他自己的指纹，但没有血迹。另外啊，我们在现场发现有人明显打扫过，指纹、足印通通没有。最后找到了一根头发。凶器的形状很特别，很像是三角形一类的片状。
当时凶手的作案手法是怎么确定的？死者伤口的创面是在右侧颈部，从创口到用力分析，应该是正面斜刺入。但是，要是用右手的话，只有反手刺入。凶手的姿势啊，非常的别扭。但是如果用左手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，凶手是左撇子。对，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判断的。那个头发的比对是什么结果啊？那根头发呀，是个断发，根本没有连接毛囊，所以不能用来确认身份，只是知道不是樊降雪自己的。现场只有画架，却没有找到画。我们觉得也挺纳闷的，以为是被风吹走了什么的。最后，派人把这附近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找到画。凶手应该留下了证据，所以把它拿走。不知道。部队，我们联系上了胡杰的父母，他父母目前都在国外。他父母说胡杰已经回来几个月了，但是我们查了他的通话信息，因为他的手机号是澳洲的，所以目前没有有效的信息。这位是他家的保洁阿姨，她给我们开的门。部队，阿姨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咱坐下聊吧。哎，来，阿姨坐。我简单问你几个问题。您上一次见到胡杰是什么时候？前天来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您是几点钟来的？大概下午2点吧。那个时间胡杰在家吗？在家。我下午开始打扫卫生，差不多6点走的。胡小姐下午5点多出去的，好像约了其他人吃饭。他接了个电话，就匆匆出门了。那您知道他约的谁吃饭吗？只听见他在打电话，不知道是谁。好，谢谢你配合。小辉，你给阿姨做个笔录，然后送阿姨回家。好。之后有什么需要，我们会再联系你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部队，你过来看一下，好像在林默这幅画。我发现一个问题。他的所有画上面都有 H 字母，应该是他的署名，唯独这幅上面没有。这幅画有可能不是他画的，把这些都带回去做下比对。好，去叫他们。高远，有什么发现？部队，我们刚才发现了几枚指纹，这还有一根头发，这边回去检测一下，看是胡杰的还是其他人。好。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，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，实属是班门弄斧。但是
日夜并肩作战，是战友。我们彼此信任、了解。可就是一念之差，人就会堕入万丈深渊。我心里有过愤怒，有过惭愧，我更有过不解，有过痛心。但是，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，随着社会的发展、时代的进步，对我们的检察工作也提出了更高、更严格的要求。我们的检察工作要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能，不但是要保证侦查、审判、执行等执法司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，同时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，从严管理好队伍。如果我们连自身的监督都做不到位，又谈何去监督其他的执法司法机关？谈何去确保公平公正？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在此表态，一定筑牢思想防线，强化自身的监督与制约，举一反三，亡羊补牢，建设一支忠诚、干净、有担当的检察铁军。002-4到01号窗口。吴老师，吴老师，钟梅来了。在12309呢，你是不是得赶紧去一趟啊？请002-6到04号窗口。跟我走吧，我带你们见专委。我们家老乔这一辈子兢兢业业，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，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？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谁能给我一个真相？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，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，承认老乔受贿，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，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。周彪现在人在哪儿？可不可以出来作证？他现在也不敢承认，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。周梅同志，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，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。我保证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。但这需要时间，再等等。需要多久？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。老乔，2月26号没的，
到现在多长时间了？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。洪亮，老乔的死，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，是不是？说话呀！所以呀，那天你和郑亚萍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，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2次尸检，可结果呢？现在呢？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，我都不知道。你干他干什么？你干我！那天，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，我发现山也青了，树也绿了，冰也化了，雪也没了。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是在永清河里边捞出来的？万海案都已经尘埃落定了，在整个东平，谁还记得有我们家乔振兴这么个人？你要说没人记得，那他还有影响，就是他们认为我们2个就是贪官的家属，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。现在我工作也没了，孩子连学都上不了，我就想着，我来省里，我好不容易，我才见到了你孙专委啊！你呢？你说需要时间，你说让我等，我等到什么时候？我还要等多久啊？洪亮，经党组研究，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。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，业务能力很强，有担当，就是脾气有些急。移交工作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多些耐心。另外，你得劝劝张怀恩，他也想调职去1部。大家都不喜欢在11部干，看看你带的好头。疼什么呀？安抚安抚他。曹嘛，我手拿把掐，分分钟安抚到位。什么小曹？小张张怀恩，小曹是要移交工作，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，安抚他留下来。对。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，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。哦。多长时间？什么多长时间？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，多长时间？
哦，50场，回头我帮你问问。这回啥头啊？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吗？上次您跟我说的，说只要出结果，第一时间告诉你。等啥时候？再等等，再等等是啥时候？我哪知道啊？等等，我告诉你了。不是你等来等去，我衣服脱了个屁的！你冲我嚷什么？等等两个字听不懂啊？出去！万总，刘主任在等您了。找你来啊，是有一个好消息。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，愿意接手你们万川矿业，帮你们解困。不是主任，您啥意思啊？坐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快经营不下去了，银行贷款压得你们喘不过来气。这时候如果有企业能接盘，帮你们承担负债，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啊。而且你们还能到手一大笔现金，这以后想做其他生意都可以的，这不比火烧眉毛干着急强得多呀？主任，您说这道理吧，我都懂，您说的都对，但关键问题啊，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，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。万朝是法人代表，他根本就不能同意。我的意思是啊，还是拜托您费费心，在银行那儿帮我再使使劲。银行那边该做的工作我全都做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今儿不会来约你聊这事儿的。你想想啊，是当年你们家刚发现铜镍矿的时候，这你哥跟我们吹的可是天花乱坠，忽悠我们给你们背书，让银行给你们贷款。主任，这咋能是忽悠您的嘛？当年咱都是坐下来谈好的，你情我愿的嘛，对不对？谁让你哥是黑呢？现在人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他跟我们吹嘘什么新能源产业，连个影都没有。我希望啊，你们能够面对现实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被拖垮。我现在能面对的现实，就是万川矿业是我们万家唯一的最后的希望了。有他在吧，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。如果把它卖了，我们万家就啥都没有了。您再帮帮我们吧。我这就是在帮你们。天龙集团可是我们东平市首屈一指的企业，也是我们开发区纳税大户。他们如果愿意接盘，对我们各方都有利。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你们现在是捧着金饭碗在要饭。你想啊，要是再拖下去，银行负债率更高，到时候你们再想卖的话，这价格就更不好谈了。李姐、刘主任，欢迎，里边请。这，刘主任，这超标了吧？这不是为你庆祝吗？而且我的显示处对你的重视，我的李大检察官。二位慢点。啊，不对，是李大检察长。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了。今儿也没外人啊，也算是家宴。李姐、刘主任，里边请。李姐、刘主任，晚上好。怎么都知道啊？你这万海案办的，东平谁不认识你呀？李姐、刘主任，晚上好。刘行，您的菜上齐了，请慢用。来了。哎呦，李显来了。哎呀，李姐，我们的大寿星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就等你了。我的面子大吧？来吧。
薛岳来了，就等你了，文警长，来吧来吧。李姐，别嫌弃啊，我们知道您今天生日啊，也没跟蓝书记和您申请，就不请自来了。那既然来了，大家都坐吧。任俊，你坐这儿吧。哎，快坐快坐，赶紧都坐都坐。刘主任，我有个申请啊，我今天可以说2句吗？您必须得说呀。行了，借着你这顿饭，我要敬大家一杯。本来呢，我和柳云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，正好呢，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，放松一下。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。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柳韵你鼓动的吧？也有我鼓动的成分在。你们既然来了，我只能欢迎你们来，饭还是要管的。你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很辛苦，一起吃个饭也是应该的。只是大家不要忘了纪律。专案虽然拿下来了，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，啊！来，大家一起。书记说的对呀。对，来，能不能严肃点？好，我是很真诚的啊。来，感谢。哎呀，都坐。来，我得这杯给书记满上。还有敬酒客吧？哎呀，都是真心话。蓝书记，就是没有您的支持，没有我们的今天。纲举目张。您指定的方向，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。20年前您就是我的领路人，今天您依然是我的领路人，我要敬你。谢谢。我也敬蓝书记一杯。蓝书记，你坐下。好，我坐下。蓝书记，实话跟您说，这个万海案子中间呀，我也犹豫过，但是看到蓝书记和李姐这么坚定。顶着压力带着我们前行，我的疑虑也打消了。我以后还要多向蓝书记和李姐好好学习。我干了。来，谢谢。哎呀，那个蓝书记啊，我也得敬您一杯酒。你这坐下说吧，坐下。不好，蓝书记啊，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包容。大家都知道，我这个身体啊。老拖后腿，我也着急，我尽快的调整，尽快的调养过来啊，争取像李健、温厅长一样，多做一些工作。蓝书记啊，我先干为敬。我先检讨一下，那个，我知道。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，都是蓝书记对我的厚爱。其实这事儿我办得不好。我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以后，我就着急的要诉这个案子。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，于是我就让孙菊去查了查，他果然是有问题，但就是最后这个事儿办得有瑕疵，所以要怎么处理我都不冤。今天我在这里想给蓝书记道个歉。我这么多年了，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。要说这个案子有瑕疵，我就是这个瑕疵。我辜负了您的信任，辜负了您的厚爱，对不起。还有那个李姐，我想这杯酒敬您。我能力有限，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，敬您。哎呦，行，老谢，你也是顾全大局，相信蓝书记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。是吧，李姐？
办案子哪那么一帆风顺的？再说，鸿飞，你当初你的心愿是好的，没毛病。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，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，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在以后的工作中，一定要更加细致认真，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。行了，这篇就翻过去了，我们也就不再提了。谢谢领导。李健，小帅，坐。谢谢。你这个心里我们都明白，你也别太难过啊。没事。怎么样？去了5家律所，都被拒了。别急，再想想办法。实在不行，干点别的。干点别的？我能干嘛呀？考个公务员、检察官、法官，人家要我吗？我是一个刑辩律师，政法大学科班毕业，他们要干嘛呀？需要我是黑社会的时候，就把我扮成黑社会，把我关起来；需要我清白的时候，就告诉我清白，把我放出来。可以这么不讲法的吗？现在说这些情绪的话没有用。谁让当初你接了这个案子？你要不接呢？你现在能够平安出来了，就足够了。我怎么能不接这个案子？啊？他们在颠倒黑白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，我可能不管吗？我当时被警察抓走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？啊？张文京，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铐上。你想干什么呀？好了，忙你们的，有我呢，别让事态升级。快，张文京，先跟警察走，有我呢。你眼看着我，你告诉我，让我相信你有你呢。后来呢？你先撤了，你让我自己一个人叫电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一个人我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我能怎么办？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怎么说的？你说正义没有资格迟到，对吧？迟到的正义不叫正义，那顶多算是真相，是不是你说的？你现在跟我说这个？行了，有些事儿不需要知道，知道了也没有用。公平、正义、真相，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。生活不是，生活是活着，就像你现在这样活着。律师是一个给人公平正义的职业，万海案在这儿得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办案环境，有人破坏了这个环境，还谈什么公平正义啊？你要的
我给不了你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东平湾海案现在已经不是东平了，案子已经发散到全国了，你心里有点数。工作上的事儿，我再想想办法，看看还有什么关系可以用。人呐，难得糊涂点。走了。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我提议啊，我们能不能够敬李检一杯，预祝李检正式升任检察长。哎，这个建议好，站起来的也合适。来，李检，功不可没，敬英雄哈！恭喜恭喜，大家的功劳。来，祝贺啊！你们喝着啊，我准备了一个小仪式。哇，哎呦，还有小仪式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关一下灯啊。哎呦呵，哦呦，哇！祝贺！哎呦，热烈祝贺！热烈祝贺！各位领导，各位领导，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哈，我叫程胜龙，欢迎各位领导来到我的餐厅。我听说各位能来，我非常的激动。这个千言万语啊，我想是缘分吧。我呢，生长在东平，发展在东平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代表东平所有的老百姓，向东平政法的在座的中流砥柱表示感谢，是你们还了东平百姓一个晴朗的天空。我们曾经一起许下过一个心愿啊，我们希望东平黑社会的毒瘤可以早点铲除。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应该是不是由我们来吹啊？可以吗，各位领导？可以。好，1、2、3，吹！哎呦，表示。哦呦，这，可以。好了，各位领导，这个打扰大家用餐了哈。陈总，有心了啊！告辞了。好。这个陈总真是有心了。蓝书记，他呢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董事长，就是这么多年啊，对我们工作那真是大力的支持。跟他很熟啊？中央有要求，党政官员跟企业家之间要建立亲清政商关系，都没忘吧？你跟他又是怎么认识的？他这儿对外营业吗？应该对外。单买了吗？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我的手机，买单去。啊，真不用。您甭管了。我让你现在买。妈妈，你把那个灯放在新剧上面。哎，够不着呀，爸，你也不来搭把手。老爷上。叶老爷上啊 ？Yes, please。哎，快来，在那儿。来放。还得是名孙。再高一点。哎呦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就过生日给你嘚瑟的，都是你们惯的。找你爸去。啊。洪亮同志，能不能管管他？这日子能不能过了？
噗！教副主席，车已经进院了。准备啊！啊！舅舅回来了。吴姐，哎呀，江远回来了，帮我拿下行李。哎，这么多，这个帮我拿着啊。哎，舅舅，哎呦，好呀，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。哎呦，我的豆豆，哎呦，我的小豆豆，哎呦，没白疼你，宝贝儿。你看舅舅给你带了什么啊？啊，这个礼物呢？哎呦，哇，谢谢舅舅，喜欢吧？喜欢。好，拆开看看啊。爸，有礼物给你吧。这么大一套啊！喜不喜欢？喜欢。考考你啊，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机场买的呀？什么机场买的？这是我在美国跳蚤市场淘的古董。你再猜猜哪个年代的？这个不是刚出炉的。这就没意思啦，人家有落款，嘉庆年的古董呀。行了，你呀也别跟我贫了，不管这是个啥，你呢能想着给老头买点东西，我很满意啊。哎姐，你也有？都有啊，都有。这个这玩意儿不好整，我费老大劲儿了。全英文版的。犯罪行为心理学，这里边呢收录了 FBI 前10年的所有案件，新的呢没有，你弟弟我也搞不到，但是呢我敢保证这本旧的全中国也难找到第2本。行啊，喜欢吧？谢了。姐夫，你也有啊？你也有。这衣服，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。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，所以挑了一件颜色、款式都特别相近的。你穿上它，心里有个过渡。谢谢小袁。行，同志，我能去试一下吗？哎，吴姐。你也有？哎呦！今天我过生日，开席之前我能说2句吗？别嘚瑟，不行。好的。饭局上，小姨说这些人都是你请来的。我就跟孙飞说了一嘴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都来了，非得给你过生日。餐厅我问的子健，人家就给我推荐了那儿。结果又跟我上纲上线的，怎么那么难伺候？万海无罪，我们不是黑社会，全都是诬陷。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，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，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小姨一向这方面挺注意的，你理解理解。你刚刚想什么呢？我就是在琢磨，哎，你不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吗？就说这座次，许延武在温琴和孙飞的下手，这座是咋安排的呀？哎，是不是就说明这小姨跟谁近跟谁远呀？你看，许局坐那儿，是吧？还有这谢鸿飞，真是完全没想到。谢鸿飞犯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今儿这一顿饭就算过去了。哎，老公啊，要我说呀，你这虽然快升检察长，
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底下那些人，你搞不清这些人关系的深浅。反正从今天这顿饭看，他们的关系挺深，而且时间不会短。这再深，能有咱跟小姨关系深呢？小姨毕竟是咱小姨。我觉得许局倒是城府很深，又低调，又有自己的想法。但是这圈子饭啊，吃着是挺累啊。哎，健康一下。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？估计得多待一阵儿。咱们海东这边有个机会，我想回来创业试试，也多陪陪你们，还有老领导啊。创什么业啊？新能源。这新能源的窗口期是不是已经过了呀？过了，姐，这你可就外行了啊！新能源的竞争到现在远远没到白热化的程度。你想象一下啊，要是现在全世界的车都变成电车，这得多大一块蛋糕啊！说的也是，但这块我确实也不懂。这就是你智商不够。哎，你别反驳啊！咱家智商最高的就是我姐夫。姐夫，哎，到时候去北京，咱俩合伙啊？合啥伙啊？哎，你就甭管合什么伙，你合不合吧？必须合，那就行。我得感谢你啊！我这个工作呀，老是拖泥带水完不成，所以就没去成北京嘛，一直。人都快给我出名了，都瞅着他面子呢。姐夫，这我就得批评你一下了。你说你怎么这么优秀呢？哎呀，人家天天追着我要你，你这不去我压力可太大了。哎呀，这是到底是博士生，太会说话了。哎，不管怎么着，感谢啊，衷心感谢。一家人。你们这是给我过生日还是开会呢？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豆豆生日快乐！许个愿吧。领导，明天一早上班，先来趟商检办公室。啊，咋了？你的离职报告，张姐要签字了。好，感谢领导，领导明业。哎，吃蜡烛吧，吃蜡烛，吃蜡烛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哎，宝贝儿，许的什么愿？我许的是爸爸早点去北京，姥爷也早点退休。啊？这样姥爷就可以早点陪我去北京了。哦，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咱们全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。哎呀，太懂事儿了。好了，洪亮同志，你的离职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，到政治部去走最后的程序啊。哎呦，这么着急啊？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，组织流程，在你离职之前，还要跟你进行一次谈话。哎呀，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？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？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？你都说出来。还有，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？只要在不违反政策、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，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。我最近就发现啊，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，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，有点磨磨唧唧，甚至说耽误工作。